原来不是白就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要醉得清醒，要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色空间。我是谁？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。你是谁？怎么为我流泪？妈，我终于找到小琪了。原来当年是一对移民澳洲的夫妻将她带走的。妈，我们应该替她感到高兴的，是不是？在那里，他有健全的家庭，有疼爱他的父母，让他上学、弹琴、画画，现在说不定还交男朋友了。妈，你可以不用担心我们了。不知道他现在长怎样，小琪。你就为了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从下午等到刚刚啊？我怕你误会啊。今天下午跟洪亮宇他们专门在谈语字，万一你为这种事情消失不见怎么办？神经病！我哪有这么无聊啊？对，你今天下午去哪？他们都找不到你。我去给我妈上个香，我好久没看到她了。哈，这么说起来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你提醒家人。你好像很不喜欢提家里事哈。你还不是一样，想让你爸的浑身长刺，还说我。可是我都有告诉你啊，你之前都没跟我说过。说起来，你这个人心机很重哦。你很白痴。喂，看在我也是你的救命人份上，告诉我嘛。好啦，我的故事呢也很简单。我爸也是混黑社会的，他开口闭口都讲义气。果然，最后很有义气的帮他大哥挡了一枪。他死后，我妈承受不了这个压力，没多久，他就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被送到孤儿院去了。然后就你吃快一点，没时间了。
火灾！妈妈，妈妈，快起来呀，有火灾！小琪，妹妹，快起来，有火灾！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可是你脸色看起来很差哎。蕾蕾，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什么啊？为你爸生病吧。阿浩，那这个月总账你看一下。不错嘛，公司的进账足足多了1倍。是啊，照这样下去，公司被掏空的公款啊，很快就可以回来喽。看样子我们燕子姐还挺有生意头脑的嘛，说不定哪一天公司所有小弟都跟着你转行做生意，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看场子当回事了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这么想？能这样当然最好了，没有人希望整天看人傻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这个环境或许还是可以改变的。阿浩，其实我想告诉你，听说新厂有人闹事，来头不小，3个月我们过去。我家等你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有话告诉我吗？没什么，你都会自己小心一点。还有，那厂子刚开，不到紧要关头，不要轻易开枪。我知道。怎么办啦？怎么办啦？我到底是该帮忙，还是阻止小燕子？啊，我好痛苦！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啊。喂，什么孩子？谁的孩子啊？喂，你干嘛一声不响进来啊？吓死人啊！等一下，你先回答我，你是不是中奖啊？没有啦，你放心，你没那么强，好不好？紧张的了。还好，吓死人了。杨炫琪，你搞清楚哦，要是我红豆有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挺着肚子逼你结婚的啦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。哎呀，你想想看嘛，我们树敌那么多，万一哪一天有杂碎啊，绑架了我们孩子来威胁，那该怎么办？害惨了自己不说，搞不好还连累到自己兄弟。连你都这么说了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啊，这买给你们吃的豆花。哎，小女孩不错，我最爱吃豆花。当然得先给我老婆来一杯，对不对？哎，狗腿了你。坐。那个，我可能会将近1个礼拜时间不是来这。你去哪里啊？出去散散心，走走。嚯，这小妞啊，铁定是被阿烈给拒绝了。哎，蕾蕾喜欢阿丽啊？ Oh my god！ 你这个白痴、低能、智障！你的眼中除了看到辣妹的3围以外，你还看到哪一样东西啊？切，不准吃！不要这样嘛，我起码还记得你3围啊，36F2436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谁的呀？你跟我说。林志玲。嗨，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你搁才有倒转啊？没钱花，只好回来喽。你敢若知影开钱，
你敢知影是恁王世明换来？我问你，严城那人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家当作敢若宝贝，比恁爸较重要，你也唔知影。那你把生意看得比你女儿重要，我又为什么要让你知道？你大哥好，唔对我走出去，要若无恁随意出去食土豆。先生，小姐，你的手机。要不是阿丽要我回来，我才不想回来呢。哦，当然我想过。我很饿哎，到底要不要去吃饭啊？手机哪无电？奇怪，老大，我刚明明有充电。快点啦，我快饿死了啦！好了，卖了事，去提上。是。小姐。我房间还阁有食电池，啊吼，是，你去房间走一转，顺便把手机拿下来。是。啊，你唔讲捌倒去啊？搁徛在创啥？行。胡爷，当然没问题啊。OK， 胡爷您说了算，我们就照这个量先来合作看看。哈，没问题啦。等我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，于浩，我看你还能跟我争到什么时候？老索，是，带跟我去提货，没问题。嗯。可是豹哥啊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洪虎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跟他称兄道弟的兄弟，最后都被他给出卖。再加上豹哥，我们曾经冒犯过他的女儿，我是在想说，他会不会来阴的？ OK， 那我们就找一只白老鼠来试试看。嗯，长官。 刚刚我发现阿宝正在跟别人交易。鼠哥，今天下午3点到第一公墓去，有人会跟你碰头，把货拿来给我。公墓？
可是我们不是都到码头取货了吗？你怀疑我老鼠哥啊？啊？我叫你去你就去嘛。还有，小心点啊！那货啊，比你他妈的口冰还贵啊！今天要不是豹哥罩着你，你敢那么嚣张吗？我被浩哥给。浩哥，为什么还叫他浩哥？人家都不是我大哥了。你以为你敢办、敢吃药丸就了不起是不是？现在才知道瞧起你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我范一并不是个蛇啊！成功了。喂，你们，小姐，什么事？我没有内衣裤可以换了，你们去买。买内裤。下吧。这是什么货？怎么不是摇头丸？摇头丸没有搞错啊，这比摇头丸贵上几百倍。拿去。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小兵呢？我不知道，已经进去好久了，他流了好多的血。警察说他藏毒拘捕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藏毒品啊？一定是他们搞错了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我儿子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啊！快拿桌子，快！来，小心！小兵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他今天也不会死。伯母，这不关我们事啊！为什么不关你们的事？要不是你们让他认为在黑社会里面有那么威风、那么正统，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啊！小兵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以浩哥为榜样。我
不起，我要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把小兵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小兵，你是妈妈10月怀胎生下的小孩啊，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小兵，你怎么这么不孝啊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有人找医生。恭喜你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，你醒了。你刚才晕倒。来，喝口水。小兵他妈妈呢？我叫去陪他。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医生说你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，你为什么一句都没跟我提呢？难道你以为我不会要这个孩子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你不要他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这个小孩了？我不知道。小燕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？他是我们的小孩。阿浩，我问你，如果以后孩子大了，早知道跟你混黑社会，你该怎么面对他？是你自己说过的，进入这个环境很难不被影响。你看看小兵，他遭人家利用，最后连命都没了。你再看看蕾蕾，他说他永远不乐意 hold 住这个老爸。你告诉我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？范同斌，他说害死的。为什么他们可以跟你做朋友，而我就不可以？其实我也很想加入你们。我知道在你跟浩哥眼里，我是个不会收账、不会打架的小弟。我发誓，我以后都不要再让别人瞧不起了。大姐，我不叫范统兵，我叫范一兵。他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回事？蕾蕾，你别难过了。他是我害死的，他是我害死的。蕾蕾，
蕾蕾。原来在这啊！我们都在找你。怎么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？别哭了，小编的事跟你无关。要不是我，他怎么会死？不是因为交了我这种坏朋友，我家翘课、打架，还逼他吃摇头丸，都是我害，这是一个害人精。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蕾蕾，要怪应该怪我。如果今天不是我拜托你回你爸身边的话，事情不会这样发生。别哭了。好了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好痛！哪里啊？来坐，坐。等一下，哪里知道？这是蕾蕾，你这伤疤哪来的？不记得太久，记得好像有画上去。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妹妹，你要忍耐哦。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色空间。我是谁？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。你是谁？怎么为我流泪？请抱着我流泪。他3天2头就搞失踪哈，把我们这边当什么啊？哦，还是要你出马才搞得定他哈。他现在就只听你的话了。就是嘛，我刚刚怎么打电话打不通，你一打他就……黄豆，蕾蕾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阿烈，我累了，我先回房。
才刚刚我们看到他的眼神，依依不舍的样子，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。在讲什么啊？讲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啊？讲什么？没看到啦。这么晚约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长官，您确定我妹人真的在澳洲吗？怎么会这么问呢？我怀疑洪蕾蕾就是我妹妹。何以见得？当年我跟我妹分开的时候，我在我妹脚背上留下一条疤，洪蕾蕾脚上就有这条疤。一道疤又能证明什么？像洪蕾蕾这样的女孩子，脚上有一个疤，那不稀奇。那是我亲手画下的伤口，那是我忍着眼泪和痛苦，亲手在我妹妹脚上画下的伤口。那道可怕的伤口，还有我妹妹的哭声，让我从梦里不知道惊醒了多少次。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我怎么可能忘得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用这个态度跟你说话。我知道你妹妹在提供重要性，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已经找到她了？你让我真的以为小琪在澳洲过了幸福的生活，那我就算想念她，也只能远远的祝福她。今天幸好是洪虎收了小琪，不然我这辈子真的见不到小琪。要不是洪虎，我这辈子真的见不到我妹妹。我就是不希望你去感觉洪虎。我提醒你，自从你在余浩身边卧底之后，你的是非判断发生严重的错乱。如果我让你知道，当年洪虎没有抛弃你妹妹的话，你是否重新评估，准备放他一马？所以，你怎么知道蕾蕾是我妹妹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？啊？难怪你一开始叫我不能接近她，难怪我只要提到洪虎，你就会不安，甚至发怒。原来你是怕因为不能够利用我替你完成的任务。我没有在利用你啊！你是在利用我！你利用对你的信任，你利用对妹妹的思念，你说是在利用我。阿烈，你听我说，我之所以瞒着你，因为我怕你分不清是非。你也知道，你才告诉我要明辨是非。难道要像你那样冷血无情的，这叫明辨是非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的是非判断已经混乱了。长久以来，你是我唯一最敬重的人。对我来说，你不只是我的师长，我的上司。在我心里面，我甚至已经把你当父亲一样的依赖和依靠。可是，也许所谓的父亲，就是要让孩子从失望中学习成长吧。阿烈。对啊，他看起来蛮累的，还在睡，连我中午给他买的便当都没有吃哎。那怎么行啊？这种时候每一顿饭一定要吃哎！你叫小燕子一定要吃饭啦。
要不然你先叫小燕睡一觉，睡起来再吃啊，是不是啊？喂，你烦不烦呐？给我在旁边，你放心好不好？你啰里吧嗦什么啊你？好啦好啦，反正啊，你就好好照顾小燕就对了啦。再见。真的是。阿奇啊，他连饭都不想吃吗？听说这种时候胃口本来就不太好嘛，也别想太多啦。阿奇啊，你觉得我会是个好爸爸吗？那当然，有你这种老爸多酷啊！你想想看，国庆放烟火的时候，小孩子坐在你肩膀上面，看到的那个 view 啊，比 S N 女生还要正点呢。还有，运动会的时候参加亲子比赛，你们两个一定拿冠军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时候小孩问我，家长职业栏要填什么，我要怎么说啊？公司负责人。难怪他还不想生呢。走。哦，阿烈啊，你跑哪去？出去跟我们讲一声呗。好，阿奇怕你一个人无聊，所以早就来找你了。你们家公司我们都很担心我是出去探听消息啊。小兵的事虽然暂时会阻碍阿豹跟洪武合作的计划，可是我想在他们合作之前，搞清楚他们交易的模式跟状况。阿浩，关于这件事情，你愿意听我想法吗？好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应该告诉熊哥，这跟之前的状况不太一样。如果熊哥知道阿豹有可能跟洪武合作的话，我相信他会查得更清楚。阿烈，你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，只不过，你知道了啊，小燕子一直不希望我们公司卷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，所以我看还是没关系啦，我了解，照你的方式做吧。阿烈。干脆告诉阿烈小燕怀孕的事吧。再等等吧，等小燕决定了再做也不迟啊。难道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吗？或者真的给长官说什么？在这个泥沼里混久了，连阿浩都会渐渐改变，变得麻木不仁，甚至同流合污。不，我不相信。我又该相信什么？到底我该相信谁呢？是你自己说过的，进了这个环境很难不被影响。你看看小兵，他遭人家利用，最后连命都没了。你再看看蕾蕾，他说他永远不认洪武这个老爸。告诉我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？你真的想去夹娃娃？喂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凭什么有权利？
却决定要藏着出错的线索，是我太懦弱，宁愿将所有错都埋没。说我爱听的结果，说天虽辽阔，爱不是折磨，有我就够了，自由算什么？要你说，说你还会爱着我，说不怕承诺会将你反锁，你情愿听过也不愿飘过，能借用的借口那么多，对我说谎言该是你的新一手的小动作，可惜你连反驳都不反驳，只说了这也刺耳的沉默。你说我爱听的结果，说天虽辽阔，爱不是折磨，有我就够了，自由算什么？